好，那各位同学，现在是我们先看一下。好，这是我们目前建立完成的结构模型。啊，那这个是我在今天上课前我预先建好的柱的主筋啊，它下面连接到基脚啊，横向有箍筋。啊，另外这个楼梯这边哈，楼梯也会建立钢筋。好，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准备要做的钢筋的模型啊，最终的目的是把这个结构的梁柱、墙、楼板这些结构元件内部置入钢筋之后，那最终呢也跟上周我们在计算混凝土的用量相同，帮这些钢筋呢建立明细表。好，那这个明细表可以得到我在哪一些区块用到几号的钢筋，钢筋的直径、长度、数量，然后最后去计算它的成本。那这是属于计量方面的应用啊，那是在结构的这一个专业。好，那为了做这件事情呢，各位看到我现在这个模型呢，我有把所有的混凝土元件的这些实体元件呢，把它的透明度建立它的透明度，让我们能够去观察到我所建立的钢筋的内容。那其次，我要在这一个三维视图能够看到这样子的钢筋，它的像这个是比较这个在我们这边来讲的话，这个是4号箍筋。那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8号的主筋，那它的粗细不同，能够用实体的元件，包含这些弯钩，还有这些延伸长度能够直接的观察这一个设计情况所以有关这个环境的设定大概需要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逐一的去理解好，那我先从梁的钢筋来进行。那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手边如果有在操作模型的话，我需要大家先去做这件事情。在目前三维视图的情况之下，在三维视图当中，我们到视图页签可见性的设定。这个可见性里面呢，可以去设定这些图源的透明性透明度，能够让我们观察这些钢筋的内容。好，三维视图可见性，这个可见性当中呢，先有一个模型类别有过滤器的列表。那这个设定可见性的元件相当多如果在寻找上面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过滤器简化到只剩下结构被勾选。那这个结构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现在各位同学看到的好，各位同学去找一下结构基础、结构柱、结构框架就是梁。这每一个项目呢，你在它右边的透明度设定为53%左右50、40几都可以就可以获得刚才所看到的三维视图的这一个透明度。好，那我设定了几个元件包含墙那设定的方法是这样，我点选这个墙，那到右边的透明度这边有替换。点开它之后呢，这个透明度的值设的越高，它就会越透明那如果设到100%的话，它就完全看不见。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大概设定到50几50% 都可以。好，楼板
透明度调整一下，结构基础让我们能够看到柱的钢筋到基础内啊，它需要有一个延伸量啊，所以结构基础、结构柱、结构框架就是梁，设定它的透明度。好，那这个部分请各位同学操作一下啊。那墙看一下墙设定了没有？墙在这里啊，刚刚第一个就设定了啊。OK， 那我稍微等各位同学一下哈，请大家观察一下。目前我设定了这些元件的透明度，啊，就能够得到刚才那样子的景象。OK， 好。这一个设定的位置是在视图页签的可见性。那可见性当中这边的也有它的次类别就叫页签。那我现在所使用的模型呢，是目前各位同学应该已经建立完成的结构模型因为目前这个是结构模型有柱、框架、楼板、墙跟基础。那把这些透明度设定完成之后，我们就完成这个模型的准备。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挑一根梁。我挑这个1楼的这一根梁来处理它的这一个钢筋。那这个做法是这样到1楼的平面视图。好，那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是这样我现在在1楼平面视图当中呢，这个是墙，找不到梁。原因是因为这一个视图的设定的底部是在1楼楼层线的这个最底部，而1楼的梁呢是在这个楼层线的下方，所以它看不见所以这个问题将来也经常发生，所以它的处理方法是这样我点1楼的视图。在右边1楼的属性这个地方，要往下面去找，这边找到视图范围但是各位同学要去看到目前这一个属性面板是1楼的属性，才能找到视图范围。把这个编辑打开之后呢，这边可以看到这一张1楼视图的顶部视图范围剖切面。那现在的问题在底部，目前设定为0，所以我看不到0下方的那一根梁。所以现在呢，我把这个视图范围设一点点就可以了-20，也就是呢往1楼的深度方向，往它的下方呢观察下去。这个剖切下去，好，这个梁出现了。刚才我在找的就是这一根梁，我现在把它点开来看是那一颗矩形梁所以这一个要请各位同学这个在当我们到某些平面视图，但是尤其是针对观察梁跟楼板没有办法在平面图当中呈现的时候的解决办法是这样OK， 好，这个请各位同学操作一下。同学们在你现在的这个电脑如果有跟上目前的进度的话这个操作我会给各位同学一点时间。那所有同学这个现在我把这个动作我会再走一次1楼视图，它右边的属性确认这个是1楼楼层平面1楼的属性。
视图范围的编辑点开，将底部跟深度设定为-20、-30、-50都可以，只要有一点点深度，就能够看到它下方的梁。好，那这个时候呢，各位同学看一下我们目前的模型啊，这是我们过去几个礼拜建立的成果。这个模型当中呢，每一根梁1楼下方的那根梁我都可以找得到了。那接下来各位同学可以任选一根梁，那大概我给你们的这个讲解的状况会集中在这一个东南西北的这个西北侧，这个建筑的西北侧这边有储藏室等等那这边的柱跟梁跟墙跟楼板，刚好这边还有楼梯，楼梯也会做配筋。我们这个一日钢筋工今天可能一日不够，要2日能够完成所有这些元件的钢筋。好，那刚好各位同学现在看到，我刚才预先做的这一个柱的箍筋在这里但是我们先来做梁。好，确定我现在在1楼平面视图可以选到这一根梁之后，好，那接下来的流程都跟结构钢筋的建模有关，那要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一个流程那流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到结构页签的钢筋的面板，结构页签钢筋面板这个地方呢，这边有一个保护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各位同学，如果你们这个如果你们修这一门课叫钢筋混凝土学所有的钢筋的外侧呢，都需要一定厚度的，有的是2公分、4公分，甚至5公分来去围束这些钢筋，那同时呢，隔绝水汽。那我们第一步要先设定保护层所以点下这一个指令，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指标旁边出现了那一个6面体就可能是柱，也有可能是梁。那我们目前呢就来选刚才我讲的西北侧楼梯左边外墙下面的这一根梁。那各位同学，你们如果选其他根，当然也没有问题，因为做法都是一样的好，还没有这个保护层我要这个设定给这一根梁之前，先看一下选项列。选项列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保护层设置目前这里看不到内容，但是呢，右边有个小框叫编辑保护层设置，这个地方点一下。点开之后呢，我目前内部我没有办法看到同学的荧幕你们可能会有一个内定的保护层可能是4公分，就40米米无论你目前保护层是否有这个地方可以点添加。好，那这个添加呢，我们帮它设置梁的钢筋的保护层。那梁的钢筋保护层有时候是4公分有的是5公分这个依场合来决定那我这边先设4公分，但这个名称我可以将这个以后就不需要再进来设置如果到这个选项列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名称，那记得它是4公分这边点确定。好，那根据刚才这个设置，选这一根梁，好，这样就可以了。再来一次刚选到这个2.5公分的，这个再来一次，选4公分梁钢筋的保护层。
好，设置给这一根梁，啊，把它变更为4公分的这一个啊。OK，好，这个是保护层的设定。那一定要先设定保护层啊。那我们稍后的这个主筋跟箍筋的置入啊，它就会被贴在这个保护层的内部啊，不会到它的外侧啊，因为这个就是法规的基本规定。好，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们到视图页签啊，准备帮这一根梁呢，我在这个地方切一个剖面。那利用这个剖面视图啊，就可以看到我置入的主筋以及箍筋。所以先到视图页签啊，创建这个地方可以找到剖面。好，那剖面的这个建立方法哈，很简单，在我要剖切的原件啊，点2点连成线啊，那这个线就是剖切面。那现在所呈现的是我从这个剖切面观察的方向是望向北方，那这个视图深度呢可以调整，宽度也可以调整，我只需要看到2剖面就可以了。OK， 好，所以这个是剖面的切法哈。那这个剖面切完之后呢，在剖面线上任何一个地方，当它呈现蓝色的时候呢，点右键可以转到视图啊，就会切换到这个剖切面所看到的这个材料的内侧。好，所以右键转到视图。好，我现在转到这个视图，我去调整我看到的内容之前呢，请各位先到左边的剖面这个地方哈。我现在已经有剖面1、2、3、4，那因为我刚转到视图，所以现在这个剖面4，它是粗体字啊，代表我目前的刚这个剖切面的视图就剖面4啊。那我要先来更改名称啊，要不然随后啊，我们还会切注。等等，其他这个太多了就搞不清楚了哈，帮它重命名。好，那这个命名呢就称为梁剖面。那如果你有不止一根梁会建立剖面的话，啊，就要依据当时的状况啊，帮它建立名称。那现在我把它称为梁剖面2啊，因为我这边不止一个梁剖面2，这个名称自定，只要能够最后从那么多的这个剖面当中啊，能够识别出哪一个名称是到哪一个，自己能够识别就可以了。确定。梁剖面2。好，回到我们的视图当中啊，那刚才我是在1楼切这个梁剖面啊，那它的这个剖面给我们很高的这个高度，所以到这个地方点一下这个外框，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左右有4个编辑点、控制点，可以去控制这个剖面啊。那刚才我已经预先把它的左右侧缩小到我们目标梁的外面不远啊，但这个高度很高，那这个调不调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等一下只要看下面那个剖面就可以了啊。那我这边示范一下，我把它拉下来啊，这样就专注的看我们的这一根梁剖面。OK， 好，旁边点一下，所以这个框是剖面框，我们到这个梁点一下，结构框架就是梁啊，这个就刚才的那一根目标的梁，那上面这一块是楼板啊，这个梁跟楼板有部分的重叠，但是我们以梁为主体啊，对不起，这边没有重叠啊，它是这个剖面的观察深度内也有楼板啊，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的梁就是到这个400乘800啊。好，接下来回到结构页签。
好，结构页签，我们到这个钢筋的面板，点选钢筋，放置结构钢筋。好，那这边有一些指令啊，有几个东西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把它搞清楚啊。但是重点是，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选项列啊，随时要去检查。那这个时候呢，多了一个钢筋的形状。除此之外呢，这个属性啊，这个叫性质选取，这个类型选取器，我们看到这边有各种直径大小不同的钢筋。钢筋的大小、形状等等，这边需要去进行设置。那除此之外，在放置钢筋的平面以及放置方向呢，这边还有一些选项。那这个部分我们先不要搞太复杂啊，这个部分可以用踹的。但是呢，钢筋的形状但形状如果不是目前配筋上的要求，最后也可以去画它啊。好，我离开这个画面，我们再重来一次啊。这个是我们要建立钢筋的梁。当我选取它之后，右上方这边有一个钢筋的指令啊。我如果点选它，也会进到同样的这个设置画面。刚才我们是从结构页签的这个钢筋指令进来的啊，所以这个途径是相同的。OK， 好，那进到这个画面之后啊，各位同学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你没有这个钢筋形状浏览器的这个面板，所以我先把它关闭。属性一定会有啊。那我们先来选一下，接下来我先来配主筋。那主筋呢，我先选这个25M，我们进去看一下，什么叫25M？就是这个主钢筋的直径是2.5公分啊，这个我们一般所讲的8号的钢筋。那其他的这些设定我们都先不要改哈，我们今天先简单一点，能够掌握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好，这个是钢筋的直径，接下来是它的造型。造型要请各位同学到选项列这个地方，选项列钢筋的造型这边有列表。可是呢，我们看不到每一个编号代表哪一个形状，甚至同学目前你们的这个地方可能连列表都没有那这样的话我需要请各位同学先到插入页签如果你们没有这个钢筋形状的话右边这个3点打开就会有这个钢筋形状的浏览器。那各位同学可能都没有那解决办法是这样先到插入页签，载入组这件事我们在其他的这个领域做过好，那要去找资料，要到仓库去挖一挖。哪一个仓库呢 ？Libraries。那我的这一个它上一层的资料夹是在 RVT 2016你们的应该在2011看你是哪一个版本在这个资料夹下面会找到这个图书馆Libraries。好，那钢筋呢是属于它会有一个专有的资料夹，叫结构钢筋形状，要请大家找一下。它的上一层就是它就是在总目录之下有结构钢筋形状。好，进去之后呢，我点其中一个钢筋形状，然后按一下键盘的 Ctrl A， Ctrl A 就代表全选，或者呢，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按住 Shift 键。我现在要把所有的钢筋形状，那这个都是一个组，把它载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按打开。那这个版本让它升级一下，这个形状只是线条，所以这个速度很快那
每一下就代表一个足，其中一个钢筋形状被载入。OK， 好，载入完成了。各位同学，如果刚才这个动作完成之后，选项列放置钢筋的选项列这边就能够看到钢筋形状啊，但是除非我已经很熟悉，要不然我从编号没有办法连接到它是哪一个钢筋形状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到右边的这个小小的3点框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地方，这个3点框就代表都会叫出另外一个视窗，这个视窗。钢筋形状浏览器就是这样子叫出来。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放置主筋啊，因为我刚设定完它的这个主筋的型号25mm。那这个主筋呢，如果简单一点的话，其实呢选直线就可以了啊。但是这个因为所有的尤其主筋啊，它这个如果它是在这个最边边的这个主筋的话，啊，一定会有一个延伸长度，那有可能需要有转角去锚定啊，所以我现在选这个 M17A。那各位同学也可以先选直线啊，比较简单一点哈，直线的钢筋。好，那现在进来这个画面啊，不要急着点啊。我们现在进来这个画面呢，请大家观察一下，我刚才第一个步骤帮这个梁设置了保护层，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个虚线的范围，这个就是保护层。所以当我等一下把这个不管箍筋或主筋放置进来的时候呢，应该要在这个保护层的内部，那比较符合工程的这个基本原则。好。那既然我们要放的是主筋啊，所以显然它不会是现在荧幕上所出现的这一根啊。那如何去变更呢？就要去调整这个放置方向。放置平面先设定为当前的工作平面，就是这一个电脑荧幕这一个。那放置方向有3个选项，第2个是平行于保护层，哎。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黑黑的圆？那显然这个就是主筋，我们所需要的主筋的方向。我先试一下这一个哈，垂直于保护层啊，它又变成是另外一个这个也可以。平行于工作平面的话，就变成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的所以这2个其中一个都可以啊。这个就观察，那先不要去太细究啊，这个。多放几次，大家就理解它的这个原理了哈。OK， 好，那我先这2个地方啊，上面是压力筋，下面是张力筋啊，先不要太多，放张力筋放3根，压力筋2根。那这个压力筋呢，先就放在这个4个角落。那等一下，我们把箍筋放进来之后，有可能需要再做一下调整啊。OK， 好，以上呢就是放置钢筋的方法。那我重复一下步骤哈，第一个是设置保护层，第2个要选钢筋的直径，第3个要素是钢筋的形状。那钢筋的形状如果可以由浏览器来选定的话，要从选项列来开启这个浏览器。那另外，如果没有钢筋形状的话，就要到插入页签这里去载入组。好，那这个部分请各位同学练习一下哈因为等一下我离开这个画面要到3维视图模型去观察的话，需要去做额外的这个钢筋的视图方面的这个设定。上面是压力筋，下面是张力筋。好，那这节课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
接下来我来选取刚才设置的钢筋，全部选起来。好，或者用过滤器来筛选。啊，目前选到的都是结构钢筋。好，那这个钢筋我现在选定之后呢，到右边的属性面板。刚才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去编辑类型啊，到这个类型选取器去选它的这一个直径啊。那现在我们是要到这些钢筋的下方的图形视图可见性状态这边的编辑，打开它。这里呢，我们可以去设定这些钢筋它在三维视图当中的呈现方式。我把清晰的视图以及作为实体查看这两个选项呢勾选起来，按确定。好，那我们回到三维视图。好，这边就可以看到我刚才设置的钢筋。就目前这个蓝色区块的就是刚才放置的上面2根压力筋，下面3根张力筋。那左边呢，它帮我们把这一个钢筋延伸到柱里面啊。好，那这个非常好。那这个就是钢筋混凝土设计里面的延伸长度。这个延伸长度不够的话呢，如果这个空间不够，那么就需要增加弯钩啊，或者是这个刚刚这个17A 的 L 型的转角往下方延伸。那我们现在先简单一点，就呈现为这个直线的钢筋。那一般而言对，如果这个是连续梁的连续跨度的话，这个顶层跟底部的钢筋呢，会有一些切断点。那我们今天也先单纯一点先了解这个钢筋的放法，那以后再依照实际的这个设计方式再去这个做调整。那请各位同学能够先掌握钢筋的放置方法那刚才同学如果没有跟上我放置这些钢筋的做法的话不要担心，因为这个梁呢钢筋还没有放完，它还需要箍筋。那箍筋的配置基本上就需要刚才那些保护层之后切剖面、载入形状设定直径等等的这个做法。等一下我还会再来一次所以不要担心但是请各位同学能够跟上这一个步骤那今天这一堂课一开始我跟大家提到最后我们这一门课结束的时候需要做评量就是除了下礼拜的测验之外呢，我需要各位同学去缴交我在这门课当中我们建立的这些模型的建立的成果。那你不用画的很多，但是呢，需要去做出例如说梁的钢筋，你至少能够做出1根。事实上，我如果能够把1根梁的主筋跟箍筋都建立起来的话，其他梁只要它的长度相同的话，复制过去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方法要请各位掌握一下。最后我有需要请各位同学缴交这个作业好。那我们现在这节课的时间超过了一点点，这堂课先到这边。那刚才我这节课有提到，最后的交作业，还有下礼拜的这个时间的测验，如果有什么不清楚